我给二位啊再添点水啊。哎呀，这茶都没颜色了，我给你换个新茶。不用。啊，哎呀，记者同志啊，实在是对不起啊。这个王师傅啊，从来不迟到的，今儿也不知道是咋的了，啊，要不我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啊？喂，你到哪儿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人家记者都等了快1个小时了，等不耐烦了。哎呀，我说老王，有什么事你走不开呀？再说我昨天不是让人通知你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老王，这可是关乎你个人和公司的一个大事儿。你，喂，哎。这样，记者同志啊，听我的，咱们先把机器架上。我先说2句。您说你二位都等了这么久了，回去也不好交差，是不是？我替他说。来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这个椅子我就不坐了吧，我站着说啊。哎，好。哎，说到拾金不昧呢。我记得王师傅这拾金不昧的事儿干的可不是1回2回了。这一次啊，是他发现有乘客把手包落车上了，他想都没想就把包留下了。等到这个失主来认领失物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没想到里边是整整的3万块钱现金呢。他这个人平时啊就任劳任怨，可以说是一心一意的把这心思啊全放在工作上了。哎，杨总，我们拍个照。可以了。哎，您把这锦旗啊往这旁边挪一下，我回头把王师傅批上去。哦，对啊，这是个好主意啊。哎，来看过来啊。车辆行驶，请您坐稳扶好。下一站沿江东路站。对不起，我刚……肖浩云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几次待机状态那么……你刚想说什么呀？他是同伙，这已经坐实了。对不起，我刚确实是冲动，我就是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为什么对他情绪那么激动？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你很信任的人，他突然之间背叛你了。我一个人来嘉陵上学，但是我每次坐这趟车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每次坐45度的时候都能看见他。我认识他得有2年多。2年时间，这只能说明他已经蓄谋已久了。可是他真的不像是坏人啊，他以前还帮过我。你不能因为别人的一个善举就确定他是好人吧？可是我之前就是这样才相信你的。你想啊，他在这条线路跑这么多年，这说明一个人是负责跑线路、计算时间，另一个人是负责制造炸弹的。这简直细思极恐啊！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我也可以理解你。要不这样，咱们下一站先正常到站下车，从长吉。
其实现在这么一想，之前有几次行动受阻都是因为司机，只不过是当时没有怀疑他。都怪我。怪你干什么呀？你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可是你记不记得，就是那一次，那个变态大婶最后一直在骂他，说什么说话不算话，还怀疑他报的警。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，司机大叔真的是被逼迫的？而且你想，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想让全车人都陪葬的话，那我们根本就没有下车的可能啊。可是我们明明有2次是在中途强行下车的，是停车和开门的选择权都是在司机手里。公交车司机在上岗之前都会经过应对突发状况的培训，像遇到色狼这种突发状况，一般会采用打电话报警、紧闭车门，在下一站移交民警的处理方法。他怎么会临时停车，直接让你下车呢？按照常理，司机不应该在那样的情况下把我放下去，可他就是开门了，这说明他是有意想让我下车，那他肯定是想要救我呀。如果他真的是良心未泯、存心救人，就不应该让那女人上车。是，他可能是对你动过恻隐之心，放你下救我2次，但最后爆炸还是发生了呀。我就是觉得，不管他有任何苦衷，都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吧。是，站在你角度，你可能觉得他是好人，那其他乘客呢？你要是其他人的亲人、朋友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在意他的苦衷吗？师强，咱们是要阻止爆炸，不是帮他找借口开脱。看来我想的没错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车下看见没有任何人干扰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事。1点45分，车在小城爆炸，这就是他们原本的目的。哎，你们刚才说哪个学校的？嘉林师范。我有学生证呢。你们这学校电视台不采访学校的事儿，采访外面的事干嘛呀？我们现在是要走进社会嘛，跟同学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都是我们的采访素材。你也知道，从我们学校吧进城坐45路车是最方便的，而且同学们都熟这趟车，还说在车上发生了很多温暖人心的事情。还一个车上发生的事儿那多了去了，我们这坐办公室的，我们也不了解啊。是这样，上一次我们做了一个校内问卷，就发现您这儿有一位叫王兴德的师傅做了很多好人好事，非常适合在我们这次节目专栏里面树立为典型。那就是想通过身边的人了解一下他的情况，这对咱们公司也是一个正面宣传。哎呀，你们这么直接的过来，我也没法配合呀。虽然你们是学校的，那也应该提前打个招呼，或者开个介绍信什么的。我们吧，如果不了解司机的基本情况，没有办法开介绍信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先跟您做一个简单的了解，之后呢，我再去找学校开介绍信，然后我再跟您约时间做正式的采访，行吗？哎呀，大叔，拜托您了。别，你别叫大叔，我还没那么大。大哥，拜托。我不是难为你们，我们这司机很多，你们要找具体的哪一个？这坐办公室也不是很了解。45王兴德，45出事了，哥，怎么了？稍等啊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咱公司公交车出事了，在跨江大桥爆炸，车毁人亡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刚出事没多久，警察马上就到，咱得马上去门口接一下他们，配合警方抄一下那个吊坠表啊。走。
哎，那爆炸原因查到了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安装炸药。出勤之前，车辆检修人员得立刻叫回来配合调查。还有检修表，能拍到那辆公交车所有的监控都要提供给警方。哎，不，等会儿，哪条线？45路啊。司机是谁？这不就是要去看调度表吗？王兴德，你们先去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们先去。这个王兴德不是本地人，原来也不是开公交的，是开货车的。这个他之前有一次循环里说过，但是没有撒谎。背井离乡，辞去工作，来到嘉陵开公交这4年，难道就是为了筹划这起事故？哎，你看这个，他这个离职原因写的是配合配偶工作调度。你说，那个拿炸弹的大婶会不会就是他老婆呀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但是有配偶的话，为什么还要住宿舍呀？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些，可是这上面的信息太有限了，光是凭这些，我们根本没办法下定论。他宿舍应该会有更多的线索。说不定会有照片、合影什么的，去看一眼。我搜一下。阿姨，公交公司的宿舍是在……喏，这就是楼上是吧？谢谢啊。有动静吗？那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只能叫开锁公司来了。开锁公司这么光明正大吗？大不了把身份证给他们。哎，您好，我那个钥匙丢了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开下锁的？对，就是嘉陵公交这个宿舍楼3楼。对，303。身份证我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用了。您住这儿啊？啊。您就是我叔室友是吧？谁是你叔？王兴德，他让我来拿东西，我把钥匙丢了。对。啊，你进来吧。啊。钥匙丢了，要不要跟他说一声？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，都叫开锁的来了，幸亏您回了。话打不通？啊。哦，真是他的班儿。行，进来吧。进来吧。他让你们拿什么呀？户口本。对，家里面有事。哎，那个是他房间。对着呢，对。坐。哎，坐。哎，谢谢。你是他女朋友吧？挺好，挺般配的。您跟王叔一起住多久了？哎呀，2年多了。从我进公司就跟他住一起，老熟人了。
叔。不用叫叔，叫哥就行。老王比我大不少的。大哥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呗。说。哎呀，您过来一下呗。说。是这样，我男朋友他最近打算带我见家长了。他的家邻就王叔一个亲戚，我有点紧张，我就想问问您，王叔他人怎么样，好相处吗？嗨，不用紧张，小姑娘，你王叔人特好，心眼实，平时话也不多，一点都没有家长的架子。将来你们俩要是住在家里，那有你叔这样的亲戚，互相还有个照应。哎，那他老婆呢？您见过吗？他人怎么样？我知道你们拿户口本干什么了，是为那事儿吧？坐。要离婚呢？啊。哎，妹子，不是我掺和别人家里的事儿，可哥得真提醒你一句，老王那媳妇儿可真不是省油的灯，好像是精神出了点问题。你以后见他可得注意着点。他精神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婚的吗？多半。那女的挺折磨人的，隔三差五的来一出。你说这再好的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。那要不你王叔放着好好的家不回，那干嘛老住这儿？他会不会是家离得太远了？在这儿住比较方便。远什么呀？他家就在港务新村那边，来回多方便。哦。哎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那老王平时就不爱搭理他。你说这日子都过成这样了，那该离就离了呗。可那女的隔三差五的打电话轰炸，搁谁受得了？是，就知道这婚迟早得离。可是我听我男朋友说啊，说他婶儿人还挺好的，挺和善的，说他们夫妻关系也挺好的。和善？啊，和善个屁！听他唬你呢。上个月，我可算是见识。大晚上，老王他媳妇儿打电话让老王回家，说是家里着火了，让他去救火。着火？还有，找到了啊？那我们就先……行，麻烦了。好，没事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哎，妹子，你呀，回头跟你男朋友提个醒儿，以后他要是掺和他叔家里的事儿，可别带上你。啊，行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谢谢。来，补补元气。我们得捋一下。我们现在知道了司机叔叔的背景，还知道他家就在港务新村。那结合车上的状态，那个大婶多半就是他老婆。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作案动机还是一无所知啊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你刚才他房间里就没发现别的吗？就是我刚说的体检报告，身体健康，还有个存折，没什么钱。再有别的？对了，有一个老式的手机，特别老那种。手机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？
这手机打不开。光知道工作信息、家庭信息这些远远不够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刚下车之后还没说完，1点45分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推断出来的？啊，一共有3次数据支撑。第一次呢，就是咱们正常到站下车，咱们俩发生争执，你去了公安局，我在外面看到警方发布的新闻，爆炸时间为1点45分。第二次就是我们要卸锅跳窗，那一次我是听见了铃声，瞟了一眼时间是1点45分。第3次就是这次，基本可以确认。那这么说，司机叔叔那会儿确实一直在念叨着时间到了。可是为什么是1点45分啊？你说，他们会不会是被人指使的？恐怖袭击？可是恐怖袭击的话，也得需要原因吧？那这样的话，咱们还得查他们的联系人。我们不是警察，这可查不到。对啊，我们查不到的，警察可以查得到啊。我想一下啊，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干扰，车是在桥上爆炸的，那警方需要排除各种可能，这需要大量时间，根本来不及啊。但如果我们去公安局，把这个目标锁定在他们2个人身上，这就可以缩短大量的时间，快速破案。没错，我现在打电话。哎，等一下，先想一下怎么去应对警方啊？该说什么？不能再无功而返了。师傅，公交车上的人全部当场死亡。身份鉴定做了吗？法医正在核查呢。小江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沉住气。这么大的案子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。明白。首先稳住心神，啊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叫肖鹤云？对。你好，电话是你打的，你叫？我是李世奇。我正在等你们。我是市级刑侦支队的副队长张成，这是我的同事小江。你好。你好。好，请这边。杜军，人带来。感谢你们积极配合，坐。端2杯水。好。坐这儿。来。感谢你们啊，跑到公安局来配合我们调查这起公交车的爆炸案。希望你们2个能仔细回忆起在公交车上看到的、听到的所有的一切，事无巨细，越详细越好。谢谢。我们本身是约好了坐车去市里，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提前下车了。我们看见那个爆炸的新闻，发现就是我们坐的那辆公交，就想着有什么需要配合的，跟你们联系一下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提前下车？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港务新村站的时候，发现上了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女的，就挺害怕的。怎么个精神不太正常？就是她坐下以后掏出了一把刀，一直跟那儿嘟嘟囔囔的，神神叨叨，感觉不知道自言自语些什么，我挺害怕的，就叫她下车。掏出一把刀，什么样的刀？就是大概这么长吧，差不多就是一把匕首。其实那个人自言自语的话是特别吓人的，他说：“全都炸死，一个都不留，1点45分全部陪葬。”
不行，这肯定不行。说的这么明确，反而会被怀疑口供的意图，还是要含糊一些。不能含糊。既然我们是想要压缩警方的破案时间，那肯定要给出明确的线索呀。我们都很清楚他们有多警觉，如果被怀疑的话，反而更被动。还是听我的吧。这么明确的自言自语，只有你们听到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俩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其他的乘客也一定听到了，他们是什么反应啊？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见，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反应。就是那个车的噪声特别大，我们是离得最近的，再加上我们一直关注那个刀，可能真的就我们听见了吧？哦，对。然后呢？接着说。然后我们就下车了。对，我们觉得还挺危险的，就下车了。这个女的在感悟新村上的车，她的穿着打扮、体貌特征，你们还有印象吧？她穿了一身灰色的套装，然后很瘦，还带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，里面装了一个好像是高压锅。是她吗？对，就是她。其实，我最终决定下车，就是因为这个高压锅。为什么？那高压锅怎么了？因为那个女的一上车，我就闻到一种特别奇怪的味道，但我说不上来，好像是什么化学药品。这点我连我男朋友也没有说，我怕他觉得我是阴谋论。但是爆炸已经报道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高压锅真的有问题，你们得查一下。好。和这个女的一起在感悟新村上车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你们俩有印象吗？啊？有。他们俩上车之后有过什么交流啊？没有，他们不认识。我们也是猜的，因为他们俩没坐一起，所以。对。哦，这么确定？那这个女的跟其他的乘客有没有交流？其他人？您是怀疑这车上有她的仇人啊？还是？仇人是一种可能，共犯是另一种可能，我们都需要去甄别。这么说，我好像记得他上车的时候跟司机说了话，对吧？对，就说的那个话还挺奇怪的，说要同归于尽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好像叫那个人叫什么王什么德，王兴德。对，好像是王兴德。杜局，痕迹科的说，确实在车上发现类似高压锅残留物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只是模棱两可的提供线索，那警察之后会怎么安排我们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拿不到任何的信息了。如果我们只是作为目击者的话，那警察肯定不会跟我们透露办案进程吧？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他们什么时候会公布案情。万一我们熬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刻，等进入下一次循环的时候，一切洗牌重新开始，我们不就又原地打转了吗？我明白了，只要尽可能待在公安局，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线索。没错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
上队，刚刚的问话记录。他俩还继续留在队里啊？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这俩小崽子在钓鱼，虽然提供的线索确实有效，但是引导的太明显了。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俩的真实意图。那咱们就将计就计，一会儿我陪他们俩再聊聊。这样，对外的一些信息我来抓，你们就好好摸一摸这两人的真实意图。这是45路公交车的分布图，能不能凭你的记忆，把乘客坐的位置给我标注出来？应该可以。哦，行。车的前部有2个人，这儿站着一个男性，大概30多岁，穿着一个花衬衫，腰间别着一个钥匙，一直在录视频，应该是一个主播。这儿呢坐着一个肌肉男，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，戴着耳机。这儿呢坐了一个大爷，大爷脚下有一个蛇皮袋，绿色的，里面装的好像是西瓜。他的后面坐着一个阿姨，短的发略微的有点发福，带着一个黄色的编织袋，装的好像是药。隔了一个座位，这儿坐了一个大叔，大叔有一点点谢顶，脚下放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。我们俩坐这儿，我们下车的时候上了一个男性，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，然后这儿坐的就是那个灰色套装的，应该是嫌疑人吧，脚下放着那个红色的袋子。小伙子，你这记忆力惊人呐！我是做游戏的，就习惯了记一些人物跟场景。你学的专业就是做游戏的？对。那上学的时候一定做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吧？也没有，就是下意识的职业习惯。这种训练挺实用的。我记得警校的刑侦专业也有类似科目的训练，是吧，叶倩？没错。哎，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啊，只要你去过一次之后，啪，一下子就印在脑子里了？差不多吧。刚才从公安局的大门一直到这里，能不能凭你的记忆力把整个的布局画出来？我试试。来，让我见识见识。
有一些记不太清了。哎，小伙子，这是目前我们采集到的，我们认为在爆炸前可能在公交车上所有乘客的照片。非常可惜，都很模糊，而且不是背面就是侧面。能不能你凭着你的记忆力帮我们辨认一下？好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他应该是看到这些遇难者的照片受刺激了。刚才他就一直特别自责，觉得自己明明发现了异常，却什么都没做。要不要先到会客室休息一下？那儿有沙发，过一会儿再问。我没事。那没事，我自己看。张队，嫌疑人的身份确认：陶映红，56岁，原籍是礁岛的，家住在港务新村，在石化工厂工作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张队，陶映红和王兴德是夫妻关系。那女孩怎么了？我看她那个反应像是幸存者综合症。两个人提供的信息倒是挺准确的，但有些反应确实很可疑。现在是案情侦查阶段，这两人必须留在队里，随时盯着。老张，你来把控。哎，江峰那边什么情况？夫妻共犯的情报我已经同步给他了，现在着重在查的就是爆炸物来源。杜绝查到了，王兴德来嘉陵之前一直都是礁岛市27厂运输班班长，重型车辆驾驶经验丰富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事故记录，还一直都是劳动模范。陶映红在嘉陵化工厂的质检部门上班，在入职化工厂之前，他是礁岛市一中的一个化学老师，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，并且还出过教材。公司的人说，王兴德入职后曾经多次申请驾驶45路公交车，申请成功之后又多次拒绝了公司所有的调动安排，甚至拒绝晋升管理层。铁了心了，就是要在45路干到退休。陶映红到嘉陵化工厂之后，通过了专业的化工产品培训和考试，被安排到了质检部门。在质检部门，他主要负责化工产品还有原材料的取样、质检分析和次品处理。在上班期间，他年年都是劳动标兵。听他同事跟我反映说，他每天都主动要求加班，经常都是最后一个走。王兴德平时就住在公交公司的员工宿舍里，离我这不远，已经叫小人带员赶过去了。陶映红所在的这个质检部门可以直接接触到化工产品和原材料，而化工厂在处理次品的方式跟其他的行业又不太一样，不可以直接进行销毁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材料有任何的损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所以我怀疑陶映红很有可能借由职务之便获取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陶映红有学科背景和技术，也有获得原材料的途径，非常有可能自制炸弹。一个摸路线，一个做炸弹，这么看来，陶映红夫妇很有可能是有计划、有预谋的策划犯罪。叶子，
把现在查到的信息全部同步出去。明白。还有，通知焦岛市公安局，申请协查通报，通个气儿，也让他们尽快的去安排走访，了解陶映红和王兴德过去的工作生活情况。明白。自制炸弹，1点45分。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呢？来，二位，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，暂时应该没什么事儿了。那个，还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吗？先歇会儿吧，啊。谢谢。有什么事儿呢，直接找我就行了啊。我刚才听到那个铃声，我真的没控制住，我条件反射就觉得要爆炸了。没事，都怪我，我们现在在这儿真的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了。这不能怪你。我们不能只是帮警方破案，我们还得给自己找到阻止爆炸的方法。我不想拖后腿。我们还有机会。城墙外是城墙，在迷雾中迷惘，回望 give up， 等一个天亮。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heals me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. I heard my heart beat. You are my only, always believed in me. I will never be the weak willed me. I'll be strong with you by me. How can I let you go away? You are my only, always on my mind. But it's so hard to find out why. Dreaming of you every night, I wonder why.